你见过带着10场败仗，熬了整整12年才拿到冠军的顶级传奇吗？纵观 UFC 历史，所有封神的强者大多都是天赋碾压，年少登顶，一路顺风顺水。唯有罗比·劳勒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别人的职业生涯是一路高光，鲜花簇拥，万众瞩目，而他的封神之路是一路惨败，满身伤痕，无人看好。20岁踏入顶级赛场，年少成名却迅速跌落。巅峰期惨遭联盟解约，混迹底层擂台，颠沛流离，输到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站起来。可就是这样一个被失败贯穿、被命运反复打压的拳手，硬生生靠着死磕到底的执念，从泥潭里爬出来，逆风翻盘，站上了世界格斗的最高领奖台。他不是天赋型天才，却是格斗史上最震撼、最戳普通人的逆袭硬汉罗比·劳勒。One, I'm a true fighter. I come to figh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keep coming and I'm trying to knock people out.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劳勒的职业生涯，那就是没有开挂的天赋，没有流量的加持，只用普通人最笨拙、最执着的坚持，熬赢了所有低谷。很多人不知道，劳勒其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拳手。20岁出头的年纪，他就凭借凶狠的重击、敢打敢拼的风格闯入 UFC， 早早站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顶级擂台。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顺势崛起，快速拿下荣誉，站稳巅峰，成为格斗圈冉冉升起的新星。可颠覆初衷的劳勒，早期赛场心性和技术成熟度完全跟不上自己的身体天赋，打法激进刚烈，漏洞明显，面对联盟顶尖高手屡屡碰壁。2004年，在负于艾文·坦纳之后，24岁的劳勒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 UFC 生涯。彼时，他的八角笼战绩4胜3负。青涩的他还没适应顶级赛场的强度与节奏，也就没能在 UFC 站稳脚跟。离开 UFC 的这7年，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沉，一头扎进各大区域赛事、小众擂台，没有聚光灯，没有高额出场费，没有粉丝追捧，有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一次又一次的输赢交替。那段灰暗的岁月里，他尝遍了职业拳手所有的苦涩，打一场拼一场，赢了无人喝彩，输了默默扛下。职业生涯的失利次数不断累积，满身伤病，浑身伤痕，一次次在擂台被重创，被打出血，体能彻底透支，却始终看不到重回顶级赛场的希望。换做任何人，大概率都会选择妥协放弃，但劳勒的骨子里藏着最执拗的倔强。他从不因为失利自我否认，也从不敷衍每一场比赛，输了就复盘短板，累了就加练打磨技术，日复一日默默沉淀，静静等待翻盘的机会。熬过数年漂泊蛰伏，命运终于给了坚持的人一丝转机。劳勒凭借稳扎稳打的赛场表现，重新拿到 UFC 回归资格。时隔多年，2度重返八角笼，没人看好这位资历沧桑、满身败绩的老将，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过是来赛场混几场比赛，走完职业生涯尾声。可谁也没想到，重回 UFC 的劳勒彻底蜕变，强势崛起。他收起了年少的莽撞，保留了最凶狠的战斗意志，打法沉稳，攻防兼备，开启了一波强势连胜，硬生生杀出重围，拿到了冲击次重量级冠军的资格，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一次争冠大战。对手是巅峰期的悍将亨德里克斯。这场冠军战打得惨烈又悲壮，5回合全程高强度对抗，双方拼尽全力互有攻守。劳勒全程正面硬刚，从不后退半步，哪怕体能彻底耗尽，身体饱受重创，依旧咬牙坚持到最后一秒。遗憾的是，最终他以微弱差距惜败，与梦寐以求的冠军腰带擦肩而过，再次与巅峰荣誉失之交臂。这一次失利足以击溃一个人的心态，辛苦了10几年，好不容易摸到巅峰门槛，却遗憾落败。换做别人，大概率会心态崩塌，顺势退场。但劳勒没有沉浸在遗憾里，没有抱怨对手，没有质疑规则，赛后只是平静复盘自己的不足，坦然接受结果。更让人敬佩的是，仅仅休整2个月，他立刻重返赛场，主动迎战各路强敌，接连拿下硬仗胜利，用实打实的赛场表现，强势向官方索要2番战的机会。他用行动证明，一次失利不算什么，真正的强者永远敢直面失败，再战巅峰。熟悉劳勒的人都知道，他的打法从来都是以命换胜，常年靠着挨打换重拳的方式征战擂台，无数次被对手重击，满脸鲜血，体能透支到极限。但他这辈子打比赛只有一个姿态：往前压，不退缩，拼到底。他从不搞赛前炒作，不玩人设营销，不制造话题博流量。在人人追求热度、争相炒作的格斗圈，他是最纯粹的格斗匠人，默默训练，默默打磨技术，默默扛下所有输赢。所有的进步和蜕变，全是日复一日熬出来的。2014年，属于劳勒的终极救赎终于到来。UFC 181，他再次迎战老对手亨德里克斯。
迎来职业生涯最重要的2番战。这场比赛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极致的博弈，前5回合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局势反复拉扯。最后时刻，亨德里克斯刻意控场消耗时间，试图稳住优势，拿下胜利。绝境之中，32岁的劳勒彻底爆发，顶着满身疲惫和多年伤病，他在最后30秒疯狂输出，全力猛攻，用绝不认输的意志改写了整场战局。最终，裁判分歧判定罗比劳勒拿下胜利，成功斩获 UFC 次重量级冠军腰带。这一刻，迟到12年的荣光终于如期而至。回望来路，从20岁出道崭露头角，到被解约跌落谷底，再到漂泊蛰伏、屡败屡战，2次冲击冠军，扛着10场失利的重压，熬过无数无人问津的日夜，吃过的苦，受过的伤，憋过的委屈，在夺冠的这一刻全部释然。纵观整个格斗史，天赋新星比比皆是，年少封神更是常态。但劳勒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打破了天才必早红的定式。他手握顶级天赋，却没有年少速成，反而在一次次失利、一次次漂泊中，完成了心性与技术的双重蜕变。10几年生涯，无数次惜败，无数次起伏，他从不抱怨对手，不苛责规则，不纠结怨气，永远内向归因，默默精进，用最体面、最坚韧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劳勒的缩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突如其来的好运，更多的是漫长的低谷、反复的挫折、遥遥无期的等待。很多时候，我们差点放弃，不是能力不够，而是熬不住漫长的沉寂。但罗比劳勒用12年的逆袭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屡败屡战，始终坚守。年少得志是运气，大器晚成是底气。那些默默扎根、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扛过的失利、熬过的低谷，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哪怕荣光迟到，只要从未停下脚步，所有的坚持终将滚烫。可以啊，好的 KO。日本拳王来华挑战，邱建良连轰10几拳将其干挺，吓得裁判赶紧阻拦。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有趣的中日对决，我们的坦克邱建良大战日本拳王长岛雄一郎。让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那么身穿黑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坦克邱建良，而身穿白色短裤的则是日本拳王长岛雄一郎。可以看到啊，双方选手表现得很克制，都没有急于出手。我们邱建良大家都很熟悉，拳商极高，是格斗界的天才导师、博士后，就说他这个拳商啊太厉害了。那么这个长岛雄一郎呢很有意思，他是日本的搏击王者，也是日本的格斗冠军。这个日本的柔道啊、拳接触空手啊、日本拳法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蝉联了2届世界冠军，击败过无数强敌，最终是登顶世界8强。可以看到啊，刚才这一脚也是让我们的邱建良有一些猝不及防，非常的厉害。哎呦，一个缠斗，这个长岛雄一郎啊，比我们的邱建良要高出来不少，这个臂展优势很大，我们的邱建良还是要小心一点。他最终是登顶了世界8强嘛，但是日本人酷爱 cosplay 啊，经常是在擂台上以这个搞怪出名，穿一些奇装异服的。还是要小心啊，不能缠抱，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脑袋不要先朝着对手。我觉得这个对于长岛来说应该还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的执行其实没有像 Crush 和 K1 就是完全不允许缠抱的这样。哇，刚才后切良这个后手啊是打着了，哎，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好的，神龙摆尾，我们的邱建良是面对强敌啊，会频繁使用这一招绝招。那么长岛雄一郎这个反应力其实也是很快，他也是多次来过中国啊，那个挑战过中国的很多知名选手。长岛雄一郎自己也表示自己还是蛮喜欢中国的，他觉得中国这个选手啊比日本选手要抗打，而且比较厉害。也不知道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夸我们中国啊，这个中日友谊吧，中日友谊。哇，旋风踢，这个挂到了这个对，这攻击范围还真是够远。哎。好，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邱建良今天一上来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哎呦，邱建良这个力量啊，左摆打得非常的凶狠，从力量上来看的话是要比长岛雄一郎要厉害的。又是摇臂进去，左侧右侧左侧，
而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啊，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又躲开了，转身后摆。这个我们的建良啊，泰拳出身，也是很多的拳种都学过，尤其是泰拳打得很凶很凶。长岛雄一郎可能是也是没碰见过这么攻击欲望强烈的中国选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回放。可以看到啊，长岛雄一郎是比较喜欢打突进的，但是我们的邱建良呢，无论是进攻防守还是反制做的都非常的好，这个给长岛雄一郎的机会啊可以说是没有。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长岛雄一郎和邱建良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第二回合，好的，第二回合，邱建良往里进了，长岛开始贴在身上，长岛最擅长的这个技术，这个很难得啊，我们的建良一般很少会主动的打突，也是可能看出来了，这个长岛在近身方面是弱势。对，贴死然后进攻。铁英华很擅长面对这样的选手，只要你箍我的颈，就连续打击把你打开。没打到，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前后手，哦，漂亮！连续的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邱建良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战术，疯狂贴身。这场比赛啊，这个长岛雄一郎打这个后脑可能也是有一些多了，裁判一直在拦着。好的，低扫。邱建良的这个挂高扫啊，这个很擅长这个。对，刚才平勾，然后得到一个，哎呦，连削带打，我们的邱建良也是，哎呀，这个在速度上邱建良确实是太快了。长岛看这肌肉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对，是那种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我们看又开始了，对，那这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我就硬顶着你，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好，点到了，哇，漂亮，神龙摆尾，一个勾腿直接是把这个长岛雄一郎勾倒了。如果是后脚跟的话，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上勾，长岛，对，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是啊，长岛一个左摆打到了，在邱建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邱建良好的，又是跟对手抱住，这个长岛雄一郎也确实是有一些难啊，在这么高密度的进攻下，想找我们建良的这个破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大波漂亮，左摆好的，前手平了，哇，长岛恢复的很快啊。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全力往前突了。可以看到长岛雄一郎已经是完全放开了，就是想直接往里打我们的邱建良。但是邱建良这种防守做的太吓人了，基本是不会给长岛雄一郎太多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这个邱建良啊，这个防守和反制基本是把长岛雄一郎进攻的路给防死了啊。虽然说是比身体优势来说比这个长岛雄一郎差一点，但是攻击密度摆在这里，你想往里打不给你机会也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一场对战，对，这两人打得很有战术性，是可以说在，哎呦，长岛雄一郎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这个进攻是否合适，毕竟这种反制的机会不能给我们邱建良太多呀。已经第三回合了，我们的建良也开始发狠了啊！前刺顶开了邱建良，后手打到刚才了，啊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对，
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有效的进攻。哇，哎呦，高扫可惜被这个长岛雄一郎顶了一下。这个长岛雄一郎还是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的啊，找时机也不是说找不到，只不过就是我们邱建良防守的太好了。展示的后蹬，后手前手打退了，后手拳漂亮，漂亮，往里打。可以看到邱建良这一波攻势如同疾风骤雨一般，这根本是不打算给长岛雄一郎任何机会。漂亮，长岛雄一郎被直接击倒。我的天哪，这个不知道是鼻子还是嘴角啊，已经是被干出鲜血了。好的，裁判示意无法继续比赛，我们的邱建良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的精彩瞬间啊！在读秒之前，长岛已经是做了挺长时间了，裁判才开始读秒。没错，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建良这个打击密度，真的不是说一般选手能够做到的，能够同时具备进攻和防守，天衣无缝。目前来看的话，全国只有我们的邱建良一个人，只有他一个。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宣布比赛结果。比赛结果，红方胜。让我们再次恭喜建良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会致主席万明传媒董事长张经络先生为邱建良颁奖。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西班牙顶尖拳王狂言要3天内一个人踢遍中国所有武馆，结果他第一个对手就碰到了邱建良，直接被一招神龙摆尾踢出了脑震荡。眼前这个黑衣服小伙子就是来自西班牙的顶尖黑马拳手伊萨查迪，他如今的职业战绩27场连胜，没有一次败过，并且其中有25次 KO 对手，可以说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的黑马选手，非常有望在我国夺冠。只是这小子来之前，居然目中无人地说要在3天之内踢遍中国所有武馆。只不过他不赛前如此嚣张，等来到赛场后才发现他的对手居然是邱建良。邱建良在之前的1、2级那是无人能敌，这次来到了次轻量级，着实是把这个伊萨给吓了一大跳。而这一次，我们邱建良也正式听闻了这个伊萨的狂言，当即表示我正好有些手痒，不知道被称为西班牙黑马选手的你究竟有着多少实力，我们擂台上见真章。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1回合开始，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我们邱建良居然把体重提到了次轻量级，当初在羽量级就可以说是无人能敌。这一次就算伊萨也是一个27连胜的选手，但这开局面对邱建良也依然不愿意直接硬刚，足以看出我们邱建良的威慑力。全商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再加上现在他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原本不在的这个级别啊，是，也是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多面发展的多面发展和这个对比赛当中的雄心啊，是。有一句话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现在站在世界第1的状态上来说，邱建良最大对手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为大家介绍过，身高臂展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查迪啊，攻击的范围和力量都很足。对手想要摔我们邱建良，但这种做法邱建良在羽量级见过许多了，当时出现样的防水技术就是1顶1的，如今增加1个量级的体重，让他在防摔的时候会打得更加稳。27胜当互相抡拳，25次 KO。对，这是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漂亮！对手啊，刚才这个高扫啊也是比较的贼，对，所以邱建良还是要小心。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伊萨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极高。对， 27胜当中25次都是 KO。
然后看伊萨查丁。好的，这里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伊萨在挥拳的时候总是将自身的重心也给挥出去。虽然这样挥拳力量会很强，但是很容易空拳之后摔倒在地。只能说这个对手经验还是不怎么丰富。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前手把对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的，第一回合结束，让我们看一下比赛回放。总的来说，这个伊萨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凶猛，比较激进的。不过整体来看，没有太多的章法，可能是第一次遇上邱建良，还不太清楚该怎么应对。那邱建良这第一回合应对的就很好，说不上把玩对手，但也处在他的掌控之中。对于邱建良来说，这场比赛他依然也要顶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排名是世界第一。对手跟他打是很占便宜的，输了不吃亏，赢了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二回合开始。第一回合，这个伊萨的猛烈进攻在我们邱建良看来可以轻松应对，而且也的确使得第一回合在邱建良的掌控之中。但是对手经历一次交锋之后，对邱建良有了一定的了解，这第二回合又能打出怎样的操作？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个呢，我们看到了伊萨，他是一个进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们可以用这边刚才袭击。邱建良这边主动选择缠道，应该是，被对手打得有些晕了。对，那这里不得不说，这个伊萨的臂展还有出拳的力道十足，让邱建良也有些被打得眩晕了。那这个时候邱建良反应很快，立刻转变战术，开始绕边，这也是一种逐渐恢复的方法。说他这个进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话呢，他这个可以说在场上是用霸王龙来形容。而邱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后手摆拳，两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对了，非常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腿。你看这个伊萨起身的时候还有点猛，还在想刚才这一脚是怎么踢到的，怎么瞬间就倒了。不得不说，这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邱建良的实力。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后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但是我们从现在看，地上没有任何的水分。对。那么刚才那一下，伊萨之所以摔倒，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是邱建良的全力一脚力道十足，而这个伊萨始终认为自己接下来这招了，只不过是因为脚底打滑才摔倒的，这多少就有些嘴硬的成分在里面了。身位的变化，好的，超白。转身，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那这里这个伊萨又是将自身的重心转移了，所以才被邱建良反手一推，直接推倒。如今已经被连续多次击倒了。转身的这种动作。从视觉画面上，还是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人换正蹬。对，说实话，这个缠抱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然后另外被连续这个扫支撑腿，然后又摔倒过几次。好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也结束了，让我们看一下比赛的精彩回放吧。
邱建良在这一回合里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操作，对手也是向众人展示了自己的火力，能看出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小伙子，只是跟邱建良比还是差了不少。这一回合也是多次被击倒，是踢到了太阳穴的位置，加上这个前面的头盖骨。是。3回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了第3回合。前2个回合2个人打的就火药味十足，所以这第3回合刚上场，2个人就准备开始正面硬刚。那放在以往来看，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少见的。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是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我们看邱建良呢，在场上的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2次，对，不要缠抱。这里裁判第2次提醒，不要缠抱。有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有可能打不过对手的时候，就会直接抱住对面，这会有效地阻止对手的继续进攻。但是不能一直抱着，而且像这种缠抱，这场比赛的规则更加不允许。跳膝击到了绳脚，连续输出。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绳圈出来，所以说。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是世界第1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钩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哦，右扫自蹬腿。在倒地之前被那这里邱建良又是扫到了对手的支撑腿，该怎么说这个伊萨就是不长记性。这比赛打到现在，他已经被邱建良多次击倒在地，就是不找自己的原因。哇，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站立，好勉强站起来，继续。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好的，还在往里猛攻，连续的前伊萨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好手！哇，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再来踢支撑腿，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是，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打到现在，我这第3回合也是结束了。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回放吧。看这边，伊萨实际上进攻火力很猛，特别是第1回合的时候。邱建良在第2回合甚至有一度被对手袭击、重击，差一点这个倒地的情况。非常棒。下面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员30比26，2号裁判员30比26，3号裁判员30比26。比赛结果，红方胜。好的，非常漂亮。恭喜邱建良获得本场比赛胜利。邱建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发挥得非常好，打得非常霸气。虽然是第1次进入这个2级，但依然将整场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视频到这里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日本人花重金雇佣拳王挑战邱建良，结果惨遭邱建良数记神龙摆尾，差点被废。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激烈的中日对局，我们的中国拳王邱建良大战日本拳王小宫游纪博。好的，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已经入场，那么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开始。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身穿绿色短裤的就是日本拳王小宫游纪博，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拳王邱建良。那么双方也是进入了一个试探阶段，这场比赛也十分的有意思。这个小宫游纪博呢，跟我们的邱建良本身是不会打这场比赛的。哎呦，可以看到我们邱建良上来这一脚啊，高扫差点给小宫游纪博打懵。我们的邱建良果然是啊，不论什么时候抓到机会就是一个狠攻。这个小宫游纪博呀，是日本花了3000万日元，据说请他过来跟邱建良比赛的。这日本人觉得邱建良太厉害了，就必须得请一个差不多的拳王。不过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差不多这个词儿可能有一些误解。可以看到小宫游纪博这个下盘很虚，哎呦，这个进攻速度也很慢呐。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建良这个状态很轻松啊。看来对于这个小宫游纪博也是没有放在心里。哎呦，进入一个缠斗，不过很快被裁判分开了。这个我们在战略上啊藐视对手，在这个战术上要重视对手，这也是我们邱建良一直秉承的一个信念。でバックスピンもできるし、蹴りも綺麗にできてるし、で距離の取り方もうまいので、さっき中村さんが言ったように。那么这位小宫游纪博啊，也是一个比较稳的选手啊，慢热型选手，打起来也是一步一步的。据说我们的邱建良在得知这个日本花3000万请他过来跟自己打比赛之后，也是在网上这个吐槽这个事儿，说这个日本官方算是白花这个钱了。哈哈。いや、佐伯さん、これ、面白くまた強いっていうの伝わりますね。そうですね、蹴りがやっぱり豪快で怖いですね。はい。ただ小宮選手はすごい。这个小宫游纪博也是发现自己跟邱建良如果保持一个太远的距离的话，自己很吃亏啊，也是尽可能的跟我们的邱建良压缩这个对拼距离。そうですね。哎呦，很迅猛的一套组合拳。但是我们的建良防守很不错啊，也是不是很担心这个事情啊。ただフィジカル強いんでガードがねなかなか突破口開けないと思うんで足崩してボディかなと思います。はい。小比巻さん、小宮はその一発でというタイプでは確かにありませんよね。このロイですね。コツコツ当ててっていいですよ。まあでもここまではそんなにこう邱建良のこうパワーとか攻撃力を受けずにうまく距離取りながら戦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哎呦，又是一记神龙摆尾，直接是将这个小宫游纪博击倒。可以看到我们邱建良有一点儿受不了这种慢节奏了，想直接 KO 这个小宫游纪博。不过这个小宫游纪博啊，抗击打能力还不错。可能后期还是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头部可能是他的弱势。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可以看到第二回合我们的邱建良依旧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战斗欲望。哎呦，这个小宫游纪博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这个下盘啊，头部下盤这上下两个地方都不稳呐。これも低い駒のように回る。さらに左フック、これは頭へ。ちょっとこれてるんで。佐伯さん、ちょっとこれ刀振り回してるかのようですね。本当にさっきのダウンを見ても本当に衝撃だったので、気をつけたいですよねあれ。小宮も慎重に近づいてまいります。哎呦，朋友们，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回神龙摆尾了。我们邱建良可以看到啊，变招很快，踢一击不中，马上改成了高挂。这个从气势上来讲，已经完全压制住了这个小宫游纪博。可以看到小宫游纪博也是有一些懵啊。多分ダメージあると思いますよ今の。昔発散カスリオイっていうトルコの選手はい強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んな感じ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回転技数多く出していましたね。うわ、飛び膝も。いや、すぐ前に出てくるボディ打ち、チュンジェンなんです。ミドルにはミドルで。今のミドルも
普通に重いです。ちょっと体流れましたからね、受けて。膝もあります。飛び膝から。バックスピンはこれキックですね。中村さん、ちょっとこうブローも出しているような。いや、武器が豊富です。可以看到小宫游纪博的战术调整也非常不错，开始跟我们的健良打一个缠斗，一个近距离的对拼，但是目前来看效果不大。溶かしてんですよね。あれやられるとね、前に出にくいっていうか、嫌がらせですよね。足払い気味のローズ。はい。中村さん、小宮はもう日本が哟，好的，漂亮！一记神龙摆尾接一记重摆。可以看到小宫游纪博这个状态很不好啊，这个鼻血已经被打出来了。那么台北也是来看一下小宫游纪博的状态。不得不说啊，小宫游纪博抗击打能力很不错，这个体能池也很深啊，也确实不愧日本拳王这称号。出さなそうなスタイルなのに出してうまいっていうのが怖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よね。またさらにこれ相手によっていろいろスタイル変えられるそうですね。で一発一発も重いですからね。このローを探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対角線でね、また後ろ回し蹴り蹴ろ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わもう狙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こで。那么根据赛前资料显示，这一场比赛之前，我们的邱建良呢也是受伤了啊，腿部受了一些伤啊。目前这场比赛也是带伤出战，这个带伤出战还能打得这么凶猛啊！我们的邱建良也确实是厉害，而且频繁的使用自己的绝招神龙摆尾。これもいやらしいいい意味で、やっぱロー蹴ってね、前足殺しと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あ、飛び込んでくる。そしてインファイトか頭を下げてのパンチ。怖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第二回合啊，我们的邱建良也是保持了以往的优秀状态，面对这个小宫游纪博，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进攻欲望。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回合，我们的邱建良能不能 KO 这个小宫游纪博。小宮幸宏に対しては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赤いグローブです。もっと蹴らないと。もっと蹴れ。さあ左ミドル。先手は打たせまいと手数足。小宮に一つ与えられています。中村さん、この第3ラウンドどうご覧になっ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小宮選手がねどう戦うのかというと、左ファイ。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ただねパンチ勝負になっても中堅。面对邱建良，小宫游纪博还是保持了一个游走的状态，但是这次我们的邱建良不打算放过他了，啊，一直是持续的跟进。スパートがもうまいんですよ。鋭い。今も左打ち込んでるんですね。接近戦のねテクニックだったりこう細かいああいう技術は小宮選手の方が勝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この3ラウンドだけ見てると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の方が、スペース作ってパンチを打つ技術は上ですね。これ警告が与え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ね、小宮に。右ナンバーですよね。徐々に行く先を狭められ。第三回合的战术调整，小宫游纪博做的还是不错的啊，知道自己可能是还是得跟邱建良打一个持久战，尽可能的缠斗。こういう歩幅が広い選手っていうのはローが絶対に当たりやすいし、見た感じローが絶対。哎呦，漂亮！这么近距离的神龙摆尾，我是真没有想到邱建良能施展出来啊！不愧是我们的邱建良啊！不过小宫游纪博在第三回合还能保持着这种体能，这种防御力确实是罕有。小宮選手がこんなにブレブレ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相当チュウ選手のパワーすごいですよね。パワーにテクニックも。小宮選手相手にねああやってこう押し負け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こでああいうところでこう削り勝つスタイルですからね。それが左も速い。削るまでいかないんですね。その最初の一歩、なかなか小宮踏み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に残り40秒です。さあ今度はホールディング。这个我们邱建良状态非常不错啊，都已经打笑了。
日本裁判这个日本擂台的规则啊，跟我们国内的拳坛规则是有很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邱建良也是打的有一些束手束脚了。ボディコントロール。そうですね。接近してからのローに対する膝とかかかと蹴りとか欲しいですね。出させませんか、チュージェンリアン。残り15秒を切っています。小宮苦しい。好的，距离本回合比赛还有10秒左右，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邱建良能不能在这10秒之内 KO 这个小宫游纪博。右も見ています。ここでタイムアップ。哎呦，真是可惜了啊！我们邱建良还是没能击倒这个小宫游纪博。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那么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可以说是拳拳到肉。我们的邱建良保持着以往的高水准状态进行了这场比赛。那么相信各位观众看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邱建良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小宮幸宏にほとんど何もさせず判定勝ち完勝です。